人的气息有些熟悉。哦，怎么个熟悉法？我察觉不到他身上有法力波动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1年多以前也是在这昆仑山里，那无间钢煞。原来是那个家伙，我当时好不容易才逃出升天，都是他害的。哼，终于又让你撞在本姑娘手里，这下子新仇旧恨一起报了。风铃，你想怎么弄？既然你我都看不透他的修为，那他肯定很厉害。我们引诱他去帮我收拾了那些大笨牛，我就可以趁机拿宝贝了。而且，我不认为此人真能敌过那些大笨牛，毕竟那里面可是有一个妖王的呀。风铃，可是我总觉得那人有些可怕。不管怎么说，有仇不报，本姑娘咽不下这口气，赌一把。哈哈，看来这小妮子又想故技重施啊，趁机拿宝贝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谁是谁的送宝童子还不一定呢。这么庞大的妖族群体，居然没有散发出多少妖气，差点就被瞒过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似乎是有一股灵气在和这妖气互相中和。这些妖兽是故意这么做的，借此掩盖这道灵气的踪迹，防止其他人发现。不，这就是那丫头所说的妖王了吧？上钩了！魁牛，都说这东西生活在东边大海的仙山上，怎么会在极西内陆的昆仑山脉出现了？你就是那女的靠山。本座与你说的女子无关，不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。你掩藏的宝物究竟是什么？果然是一怒惑丧，受死吧！哦，果然是魁牛。纯血饕餮。只有一只脚，支撑那么大一个身子，站的倒是挺稳的。就是这条腿上的肉，味道最好啦。大胆！乖乖当食物吧，反抗是没有意义的。那是10几头妖帅级别的魁牛吧？这么轻松就被人生擒活捉了？是啊，太可怕了。风铃，咱们还是走吧。现在肯回答本座的问题了吧？要不是这2个小鬼突然冒出来，我早就把你踩扁了。睁大你的牛眼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师傅，你想踩扁谁啊？清炖还是红烧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喜欢清炖，原汁原味，除了肉以外还有汤喝。说，我说，是沙罗铁树。沙罗铁树吗？一般情况下，公认天元大世界有4大灵珠奇树，分别是人参果树、梧桐神木、狼环玉树和沙罗铁树。正是因为4大灵树都灵异非常，拥有无穷妙用和强大的灵力，所以在人族世界神州浩土反而见不到它们的踪迹。传闻中，沙罗铁树天生金刚不坏，万法不侵，最为坚固。除了少数几种克星，无人可以损伤其分毫。据说，神州浩土最后的一棵沙罗铁树，栽种于西年佛门圣地大雷音寺，捍卫着大雷音寺的舍利塔。神宗今天，大周皇朝麾下的神武诛仙阵攻破了大雷音寺护山大阵大日如来阵，却攻不破沙罗铁树。最后，蜀山剑宗动用沙罗铁树的克星，联合神武诛仙阵，这才斩断了沙罗铁树。但沙罗铁树的最后反击，直接导致蜀山剑宗动手的那位元神大能陨落。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沙罗铁树，你们是怎么发现那株沙罗铁树树苗的？不是我们发现的，那棵树苗本来就是主人种的，后来移植到了这昆仑山来。你们是随人迁徙到这里来的？不错，我等本来生存在东海7000里外的流波山，在流波道尊座下听讲修道，奉其为主人。后来随着主人来到这里。流波道尊，他在何处？本座倒想拜会一番。以道尊为尊号，那应该是一位元神大能了，只是名声不显，想来是海外散仙。主人离开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。你们都随我来吧。来者何人？
这就是那棵沙罗铁树树苗吗？果然也是觊觎这棵奇树的贼子。好强的雷霆！这头魁牛是妖王中期的境界修为了。史上第一祖师爷第2季，每周5、周日10点更新1集，看玄门天宗如何成为史上第1大宗门。